我和大师兄是修仙界的一对大冤种。刚开始，大家都流行修无情道，我俩单身千年大寡王，所向披靡。后来流行杀妻正道，大师兄卡瓶颈了，我咬牙和他结成道侣，帮他飞升。你先去，我晚点来。最近修仙界改流行杀夫正道了，重修到大成期巅峰的我，给飞升灵界的师兄传去书信：哥，你下来给我杀一下呗。乖，我下手很轻，一点也不疼。大师兄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为什么？别人都能升，就本座升不了？这到底是为什么？我和师兄修行千年，分别当上了上清派的掌门和大长老，修无情道的师尊、师伯、师叔都飞升了，轮到我们的时候飞升不了，因为我们当初修仙那会儿，天道的规则是无情道，这很适合我们两个不解风情的寡王。我俩苦修千年，卷生卷死，修为睥睨天下，纵横各大宗门。没想到轮到我们快飞升的时候，天道改收有情道了，而且特别流行杀妻正道。隔壁门派的掌门上个月就把自己的道侣杀了，原地飞升。还有那个邪修宗主，把自己那个妖修妻子剖腹取丹，手段残忍至极，结果人家是渡情劫，马上就渡劫飞升了。师兄受不了这个刺激，仰天长啸：为什么？我怜悯地看着师兄，建议道：师兄，你我同门千年，我实在不忍看你困在这大成期，寿元耗尽，荒废一世修行。这样吧，咱们结成道侣，然后我再给你杀一下，你不就能杀妻正道，原地飞升了？大师兄用一种你怎么这么荒谬的眼神看我。人家杀妻正道是因为要断情绝爱，以示自己对天道的忠诚。我本无心情爱，就算杀妻正道又有什么用？你试试呢？能飞一个算一个，万一呢？在我百般纠缠之下，师兄同意了和我结成道侣。大婚当日，我趁他不备，抓住他的手，捅了我一剑。数十道天雷应声落下，师兄渡劫飞升，而我夺舍重生，从头开始修。这一世，我是剑修，凤剑、玉剑、素灵、炼意、元刚、通明。我又修了千年，只需再渡一次雷劫，我就能飞升灵界了。没想到我的书信石沉大海，找了从灵界下凡巡视的仙人问了，人家说灵界根本没他这好人。我懵了，我师兄呢？我杀夫正道的工具人呢？无耻老登，该不会是本事不济，上去就被人干死了吧？早知道和别人结道侣了，不中用的废物。没想到一直不见踪迹的师兄出现了，他穿着一袭黑色长袍，原本梳得一丝不苟的长发披散着，深邃的眼窝染上一层紫黑之气，像是1000年没睡一般，一脸阴沉地看着我。师妹，千年不见了，你的嘴还是这么毒。我一看他那样子，大惊失色，真魔之境。师兄，你堕入魔道了？师兄收起骇人的气势，恢复往日亲切的模样，对着头顶的天骂道：嗨呀，谁知道呢？当日我飞升灵界之后，因你死了，心中悲伤，竟生出心魔来。他们说我走火入魔，灵界容我不得，我只能改修魔道了。我现在是魔尊了，要不你跟师兄我修魔吧，咱们还和从前一样。我愣住了，不是，你不是道心稳固，一心飞升的吗？你生哪门子心魔啊？师兄捂住心口，怅然若失。原本是心无挂碍的，但那日见你死在我剑下，不知道怎么的，就痛起来没完。脑子里总有一个念头，这世上有一女子，为了成就我，不顾自己的性命。若我的飞升是要你的性命来成就的，那我修那仙还有什么意思？然后我堕魔了。师兄，我一巴掌呼他后脑勺上，早知你如此不济，当日就杀夫正道了。你真是辜负我的期望，让我白白重修千年。老子拿你当兄弟，你跟老子玩真的？师兄抱着脑袋，呜，别骂了，师妹别骂了。我提起剑，我不管，就算你没能成仙，也要给我杀一次，这是你欠我的。杀夫正道，刻不容缓。老登，速死！师兄看着我，表情凝重。
徒手抓住我的剑尖，掌心被剑锋划破，鲜血淋漓。师妹，你当真如此狠心？一心飞升仙道，不要一丝真情。我笑了，哎嘿，你猜老娘当年为什么修无情道？师兄哑然失笑，摇头自嘲，我还以为能和你长相守，生个小魔头呢。他话未说完，就被我一剑穿心。虎狼之词，小孩子什么的最讨厌了。邪魔外道，休想乱我道心。师兄啊，我死了，我死了。而我被数十道天雷劈得外焦里嫩。啊，我生了，我生了。我苦修千年，终于修成真仙之体。然后惊讶地发现，灵界真仙遍地走，金仙多如狗。先飞升的师祖、师父、师伯、师叔都混得不咋地。更坑爹的是，我因为是刚来的，脏活、累活都是我做。一飞升就被抓壮丁，随战神一起去围剿魔界，攻打碧霄魔君。哦，忘了说，碧霄魔君就是我那个修仙不成，堕入魔道，然后被我杀夫正道的师兄啊，真是造孽啊！我问战神，神君，我能不能不去？我上有师祖、师父、师伯、师叔。战神，你以为我想去吗？我们炮灰是这样的，你飞升之前，人家叫你紫霞仙子；你飞升之后，统一称为天兵天将，至多给你一个名字天兵甲。你没发现我就叫战神吗？因为战神是个职称，没有自己的名字，谁当了谁就叫战神。我汗流浃背了啊，是这样啊，早知道跟师兄修魔了，我悔啊，我真的悔。不知道我现在修魔还来得及吗？来不及了，一切都来不及了。修行如田志远，一步踏错，步步都错。我还是作为天兵甲，跟着战神出征了。两军交战，战神上去和碧霄魔君对砍，我们天兵上去和魔君对砍。我们剑修嘛，战斗力是要强一些的，毕竟我一生要强。一不小心就砍了上百个魔兵，我正打算找机会跟师兄投诚，说我不修仙了，我想跟着他修魔，因为修仙没的前途。没想到方才还和师兄斗得天昏地暗、风云色变的战神兄弟竟然嘎了。临死之前，他还一脸欣慰地看着我，紫霞，本座死后，这10万天兵就交给你统领了，你就是下一任的战神。然后身消道陨，魂入归虚了。啊啊啊！这该死的命运竟如此的草率。先战神说过，战神2字是个职称，谁当上战神，谁就失了自己的性命。从此以后，世上只有战神，没有紫霞仙子。那神格在先战神陨落的瞬间飞入我的体内，我从一个天兵甲、无名小仙，直接位列神班。师兄一脸无措地看着我，师妹，你……我接过先战神的佩剑君天剑，剑尖直抵碧霄魔君的咽喉。魔头，别叫我师妹。先战神传我战神之位，让我统帅10万天兵，我与你势不两立。我收回那句修仙没有前途的话，我没说过。要是我说了，那肯定是天庭给的不够多。但我现在是天界10万天兵的统帅，还有先战神直接送我的神格，保送我成神。我还修个毛的魔啊！魔头受死！师兄气哭，直接气哭。师妹，你又放弃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每次都这样？每次被丢下的都是我。那一刻，师兄好像长出了恋爱脑。在神魔大战的战场上，当着10万天兵和10万魔君的面，声嘶力竭地吼出声，满眼哀伤，尽显凋零破碎之美。众将士们纷纷露出了八卦的表情。碧霄魔君怎么了？他看起来要碎了，快抱抱他！我好吃魔君的颜，退一万步讲，魔君看上的人就不能是我吗？死丫头，你下来，该我演了。魔君，我要给你生小魔头。楼上的，你走开，你是男的，生不了。他们这样搞得我有点尴尬，压低声音警告道：师兄，碧霄，你别哭了，大家都在看我们。我是神，你是魔，这样要影响我政审了。师兄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，你对我难道半点情意也无吗？修仙有什么好？修仙比我还重要吗？
你别忘了，我们是拜过天地的夫妻啊。我更难以置信，你难道对我真有情意？说好的，互相成全呢？还有，你说的是什么话？那可是战神之位啊！你怎么敢问的？我不是杀父正道了吗？你怎么还没死？师兄，哦，因为我修的是天魔九转功，不破不立，可以给你杀9次。好巧啊，我修的是12转金仙诀啊，我要修12重。师兄沉默了，显然是意识到自己有点不够杀了。话说到这种份上，师兄不死是不行了。我上岸第一剑，先斩意中人，请师兄赴死，然后将师兄一剑穿心。师兄原本震惊的表情，在听清楚我的话之后，变成了好像在说好痛，可是嘿嘿嘿，他说我是他的意中人。众将士又幸福了，哥，我临危受命，又重创魔尊，立下大功。此战以先战神陨落，我大圣魔君为结尾。此后数千年，我和碧霄魔君相爱相杀，他给我杀了足足9次，完成天魔9转，而我也成功修到大罗金仙12层，实力傲视神族，深不可测。天帝对我的功绩大加赞赏，赐居战神府邸，并且决定给我和天族太子赐婚。上封赏时，我本来不该拒绝的，但我是修无情道的，我杀夫正道 X9才爬到这战神的位置，怎么还要嫁人啊？陛下，这样是不是有些不妥？天帝道：战神乃是天界军政要职，你一无背景，二无靠山，三无把柄，却身居这样的高位，若不把你变成自己人，朕寝食难安啊！需要一点裙带关系，将我们紧密地捆绑在一起。我大为震惊啊！战神什么的，不是靠实力就可以当的吗？守护3界还不够，还要搞政治？天帝给了我一个你看你天真了不是的眼神，这战神之位，朕能封你，也能夺去，劝你不要不识抬举。我不服，凭什么？天帝，就凭朕是这3界之主，对你赏也是罚，罚也是赏。就这样，我在成为战神之后，又成了天界太子的未婚妻，爬升速度之快，令人叹服。天界对于我这个战神兼职未来太子妃，也有了些不好的言论。难怪才飞升没多久，就能当上战神呢，原来是内定的太子妃啊！还以为是大女主呢，没想到也是个娇妻，真是让人失望。退一万步讲，太子妃就不能是我吗？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我是先当上的战神，才选上的太子妃呢？虽然我这太子妃还没当上，但我这个战神是实打实的。你们这样在背后蛐我，我很难办，会忍不住打死你们。吓得他们抱头鼠窜。哎，我为了往上爬，断情绝爱，现在天帝竟然要我嫁给太子，那我这么努力修行干什么？不如从一开始就去勾引太子啊！我决定跟太子商量一下，虽然我们都是工具人，但应该自立自强，意识觉醒。太子殿下，您难道没有自我吗？难道要当天地弄权的牺牲品，跟一个不喜欢的人在一起吗？太子长渊躺得很平，孤既然身居天族太子之位，就应当承担起太子的职责。父帝要我娶你，我娶便是。当晚就听说太子宫里一个凡人女子纵身跳下了诛仙台，太子也跟着跳了下去，去凡间历劫去了。据说是3生3世的情节，这下背后蛐我的人就更多了。听说了吗？那凡人秀秀是太子殿下受伤跌落凡间时的救命恩人，两人早结为夫妻了，都是战神横插一杠，导致那凡人跳了诛仙台。战神也真是的，为了往上爬不择手段，害人家有情人被迫分离。我裂开！你们这些神仙搞毛啊！忘了，我自己现在也是神仙了，不能把自己骂进去。未婚夫跟别人历情劫去了，我的处境有点尴尬。尴尬的点就是我不尴尬，别人替我尴尬。宫娥们都安慰我，紫霞神君，殿下是被那凡人女子迷了心智，等历劫归来，一定会知道战神您的好的。我的好不是明摆着的吗？要那个太子知道个毛啊！是啊，战神您英明神武，修为盖世，威震魔族，只有您才配当太子正妃，那凡人再受宠不过是妾。
神经啊，还搞上正妃妾室了。最离谱的就是天帝那个老登了，他跟我说，紫霞，唯有你才是朕选定的太子妃，旁人怎么都越不过你去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这个太子妃是你捆绑销售，硬要塞给我的？我和你的太子儿子总共也就说了2句话，别太荒谬了。没想到天帝那个老登，他不仅荒谬，他还能更荒谬。如今渊儿在下界以凡人身份历劫，前尘往事尽忘。如果你以凡人的身份待在他身边，和他日久生情，让他忘了那个叫秀秀的凡人，等他回归天界，一定会心甘情愿和你成婚的。我说我不去。天帝，战神，你敢违抗天帝法旨？你想造反吗？还是想上诛仙台，斩神阁，断仙骨，抽仙髓？我万万没想到，我修行1000年，好不容易当上神仙，从天兵甲熬到战神之位，竟然因为未婚夫跟凡人跑了，被踢下界，重新当个凡人。这一世，长渊是人族太子，我是皇帝只给他的太子妃，秀秀是他被刺杀受伤流落在外时救过他一命的农家女。我一定要这样吗？就非得带我一个吗？你们俩就不能自己玩吗？我发出灵魂拷问。凡人长渊以为我是在吃醋，一脸凝重。姑说过，姑只是感念他的救命之恩，想报答他罢了。太子妃之位一定是你的，你何必跟一个父母双亡，什么都不如你的农家女计较呢？你说她什么都不如我，那你看上她什么了？还有，我并没有瞧不起农家女的意思，口口声声把农家女挂在嘴边的是殿下您，瞧不起她的人也是您。还有，这个太子妃也不是臣妾要当的，只要殿下开口，让与她便是了。长渊为难地看着我，紫霞，你不要任性。什么任性？不过是不舍得和农家女的爱情，又舍不得我这凡人身份镇国公府娘家的权势。殿下，您还真是既要又要还要。天界战神被迫下凡历劫，和天族太子还有他的凡人女子卷入了狗血的3角虐恋里。他俩是喝过孟婆汤投胎的，没有记忆。我是被踹下来的，什么都记得。即便我心中不满，但剧情还是往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向发展了。长渊还有秀秀3人一起大婚了，我为太子妃，秀秀为妾。当晚，太子借口喝多了，要睡书房，其实是去和妾室秀秀入洞房了。他说，虽然姑给不了你太子妃之位，但在姑的心中，你是姑唯一的妻。而他真正的妻，我睡得好好的时候，婚房里摸进来一个人。那人以为我睡了，坐在床头，轻柔地抚摸着我的脸颊，语气沉痛。师妹，这就是你想要的吗？长渊心里根本没有你，你为了他把自己弄成这样，值得吗？我晚饭吃了碗酒酿丸子，这具身子娇嫩，脸上红扑扑的。师兄该不会以为我为了长渊借酒浇愁，喝醉了才这样的吧？我忍不住睁眼，想开口解释，却被师兄捂住了嘴。别动，不许出声，否则发生什么，我可就不敢保证了。我眨了眨眼睛，表示自己不会喊。师兄摸了摸我的脑袋，真乖。你是不是想问我是什么人？我心想，我问你这干嘛？咱俩谁跟谁，你化成灰我都认识你。但师兄好像不知道我有记忆，故作邪魅地贴近了我的耳畔，低声道，我是采花贼。这大婚之夜，太子殿下去了妾室呢，刘娘娘一个人独守空围，娘娘不觉得寂寞吗？说罢，他挑起我的下巴，做事要稳下来，要不要再下？师兄，别闹。师兄愣住，身子僵了半晌，才打着哈哈挠了挠后脑勺。师妹，原来你没喝孟婆汤啊？我刚才是跟你开玩笑的，你不会当真吧？不会吧？我怎么可能想借机亲你呢？师兄不是成人之危的人。你最好不是。师兄唧唧歪歪，你真的喜欢那个太子长渊？为了他，不惜追到凡间，浪费时间做这种无聊的事情。我忍不住翻白眼，这都是上峰交代的任务。天帝亲自下旨，要我陪长渊渡情劫，我有什么办法？不过师兄你说的对，凡人的寿数几十载，若是困在后宅，
整日里拈酸吃醋，和那凡人女子争来抢去，实在太浪费时间了。于是第二日我就请旨出征了。常渊和那妾室秀秀，你侬我侬了大半个月，才想起我这个正妃，想去我院里看我，却被告知启禀太子殿下，太子妃娘娘大婚第二日天一亮就请旨出征，攻打北狄去了。如今只怕已经抵达北境了。常渊，太子妃不愧将门虎女，我这一去就去了3年。太子和秀秀没羞没臊，都怀上了。听闻我大败北狄，凯旋还朝那日，秀姨娘摔了一跤，动了胎气，肚子里的孩子差点流产。常渊气急败坏地闯入我的院子里。云子霞，我没想到你是这么歹毒的人。秀秀肚子里的孩子怎么招惹你了？你连个未出世的孩子都容得下。姑说过，你的太子妃之位无人可以动摇，你为什么就是不听呢？哎，谁写的破命簿，非得这样说话，真是造孽啊！殿下觉得臣妾这个太子妃之位是一个妾室和庶子可以动摇的吗？常渊被我问沉默了。我继续反问，那臣妾为何要谋害秀姨娘肚子里的孩子？难不成殿下觉得臣妾看起来很闲吗？然而秀秀肚子里的孩子还是没能保住。外界传闻我擅妒，不许庶子出生。常渊信了那些谣言，要来与我对峙。下人告诉他，殿下，娘娘3日前就出征，起兵征讨南诏去了。娘娘让奴婢给您带个话，颠公颠婆死远点，别来碰瓷。凡间匆匆数十年，我南征北讨，立下赫赫战功，使四夷臣服，天下归一。而常渊和秀秀虐恋情深，虐恋情深，虐恋情深。每次我班师回朝，本来普天同庆，挺高兴的，这俩非得给我安点莫须有的罪名。明明没我，他俩也能虐下去，非得有我一份。我也不是什么好脾气的人，一怒之下，我造反了，不仅弄死了常渊和秀秀，连他爹老皇帝我都弄死了。天帝本来是想骂我的，但看我脸色难看，语气缓和了许多。战神，你也真是的，抢不过也不能动手啊。身为女子，该柔顺的时候就柔顺些，不要过分要强。常渊望着我，眼神复杂，欲言又止。秀秀则是像吓坏了的小兔子一般，缩在常渊身后，不敢看我。显然，在凡间死在我剑下的体验，让他记忆犹新。我张了张嘴，想说点什么，秀秀一下扑倒在我脚边。战神饶命，战神饶命！秀秀知错了，秀秀再也不敢和您抢太子殿下了，求求您别杀我！常渊一把将他拉起，秀秀，你没做错什么，无需求他。我摇头，扶额，苦笑，你俩真的挺烦的。这一次渡劫以我们3人军失败告终。常渊和秀秀是因为看不破情爱这一关，我则是因为不懂情爱。天帝觉得我之所以这般无情，是因为我是带着记忆转生的。只要我喝下孟婆汤，肯定会爱上太子，为了他的好蛋儿不能自拔，对天界忠心耿耿。这一世我和常渊的身份是一个修仙门派的师兄妹，两人从小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。而秀秀是新入门的小师妹，她以为这一次我们指定能成，殊不知那碧霄魔君，也就是我师兄家前夫哥，也跟着来了，并且化身宗门长老，守护在我身边。师兄无论是修为还是长相，都比常渊这个毛头小子强了不知道多少。我因为失去了记忆，不再执着于修无情道，天天企图勾搭长老，要和长老搞不伦禁忌恋。师兄知道我是因为喝了孟婆汤才如此主动，恐我恢复记忆反悔，一直拒我于千里。但他这般高冷禁欲的形象，让我愈发心动。秘境试炼，常渊和秀秀丢下我自己跑了。师兄从天而降，亲自杀入秘境，将我救下。我倒在师兄怀中，柔弱不能自理。碧霄长老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，你不会丢下我不管的。师兄，师侄自重，我是你师叔。师叔既然对紫霞无情，为何还要冒着生命危险来救我？师兄内心狂喜，嘴角压不住，却强装冷酷。师叔只是不想你后悔。我抱紧了他的腰，脸在他结实的胸肌上蹭蹭蹭。
紫霞不后悔，紫霞心慕师叔，求师叔成全。师兄，叫夫君，我命都给你。夫君，我和师兄在秘境里双修了。长渊和秀秀原以为我死定了，没想到我非但没死，还修为大涨，并且和宗门长老结成了道侣，超级加倍。长渊质问我，师妹，你是不是气我当日救了小师妹不救你，故意气我？你和师叔在一起有违伦常，会被天下人耻笑的。师兄都是为了你好。我笑了，为了我好？你带着小师妹跑了，把我丢给通天魔教，若不是师叔，我早就死了。还有，能不能少往自己脸上贴金？我和师叔在一起，是因为师叔无论是修为、人品还是相貌，都比你出众，根本不是为了气你。我，云紫霞，生来要强，便是寻道侣，也要找这世间最好、最强的。你还不够资格。长渊气得双目通红。秀秀安慰他，师兄，你别生气了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穷。总有一天你会超过师叔，大师姐一定会后悔的。是。莫欺少年穷，莫欺老年穷，死者为大。你们慢慢努力，我要和我帅帅的夫君一起双修了。师兄表面冷静，嘴角却压不住。紫霞这丫头也真是的。这一世，我和师兄双剑合璧，夺机缘，夺造化，人们称我们神剑侠侣，恩爱数百年。后来长渊和那秀秀小师妹的寿数尽了，我才回归天界。恢复记忆的我，戴上痛苦面具，抱头吐波鼠叫。怎么会这样？我竟然和师兄……无耻老登，趁我失忆，毁我清白。长渊看我的眼神也很复杂。战神，孤在你眼中，当真如此不济吗？我战术咳嗽，咳嗨嗨。那个婚约之事，臣会亲自去向天帝请旨，取消你我的婚约，成全你和秀秀姑娘。没想到长渊竟然一把握住了我的手腕，将我困在仙侠文里没什么墙角，所以困在结界墙上。终是没能得战神的青眼，是孤无能了。我看他的表情不大对劲，客套敷衍道，婚嫁之事不能强求吗？谁料他眸色一沉，若是孤偏要强求呢？退一万步讲，孤就不能，你和秀秀都要吗？那你可真是退了1万步啊。我好歹是一个战神，我承认我有运气的成分在，但我的实力是在那摆着的啊。心中无男人，用剑自然神。长渊发疯，想强吻我，被我一顿胖揍，打得鼻青脸肿。老娘的便宜你都敢占，不要命了？死渣男，吃着碗里的，想着锅里的。打不死你，老娘这战神有点白当。长渊默默承受来自战神的毒打，好半晌才摆手示意。可以了，打成这样，傅迪应该会信了。我一呆，不是，你演的啊？长渊朝我一拱手，表情淡淡的。谢战神成全。不是，我成全他啥了？过后我才知道，这老六因我经匿名人士举报，我在下凡历劫期间和魔族中人有不清不楚的关系。天帝疑心我通魔，将我停职，让我接受调查。战神府里每日都有调查人员进进出出，我的个人物品都被他们翻了个遍，下凡历劫的经历也被他们用回溯镜调取，当众逐帧查验。他们不让我去军营练兵，也不让我和旁人接触，却又不定我的罪来抓我，变相架空我的兵权，导致流言四起。听说战神勾结魔族，企图颠覆天界，致使3界不宁啊！你们不知道，战神还是个凡人，没有飞升之前，和那碧霄魔君是同门，还结成了道侣。只可惜后来碧霄魔君杀妻正道，飞升灵界，弃他于不顾。哇擦，这么刺激啊！那战神历劫的时候，还和碧霄魔君结为道侣，受他蛊惑。哎呀，战神那不是被天帝陛下下令喝了孟婆汤，失去记忆了吗？照我说，下意识的举动才最真实。战神就是喜欢魔尊，要不然为什么不选青梅竹马的师兄，而和宗门长老在一起？妈的，你们现在蛐我，都不背着人的吗？长渊那个兔崽子，竟然敢阴老娘，让老娘给他背黑锅。分明是他私恋凡人，和我有了婚约，
还和凡间女子纠缠不清。啊，不对，这一切怎么这么像天帝给我下的一个圈套？他就是忌惮我的战神之名和在军中的威信，想要打压我，泄我的兵权。天帝和太子，一个老登，一个小登，当真没有一个好东西。更气人的是，因为我的对照，天帝觉得天族太子娶一个凡人女子也没什么不好。凡人女子没有根基，他儿子的地位不会受到威胁，不用为人掣肘。他决定赐那凡人女子神格，让她从凡人变成神仙，配得上他的好大儿太子。这神格哪里来的？自然是从我这里来。那日我在战神府里侍弄花草，就被带到凌霄宝殿去了。四周皆是神仙，一个个飞在半空中看我。常渊拉着他的凡人秀秀，态度恭敬，请战神赐神格。秀秀只是个凡人，只有成了神，才能成为天妃，和孤长相厮守。天帝也打着官腔，冠冕堂皇道：是啊，紫霞神君，你能得到战神神格，本就是先战神在战死的时候不得已而为之。如今既然天界有需要，何该交还天界才是？我冷笑，陛下这是认定臣和魔族有勾结，要褫夺臣的战神之位。天帝打着哈哈，爱卿说的哪里话？此事不是尚在调查之中吗？更何况只是要了你的神格，又不是要了你的命。我祭出战神长剑，灵气流转，震动袍袖。历代战神只有战死，没有革职。陛下要臣把神格交给秀秀姑娘，分明是想要臣的命吧？我的话算是彻底和天庭撕破脸皮了。天帝震怒：紫霞，你敢违抗天帝法旨，是想造反不成？太子是下一任天帝，太子妃能用你的神格，是你的荣耀。身为臣属，你竟然心生怨怼，简直是藐视天威，目无法纪。我笑了，我真的笑了，哈哈哈！笑声回荡在九重天，畅快至极。当了几千年的战神，都差点忘了自己从前是什么模样了。如今既撕破脸，那便不装了吧。你这天帝本事不大，逼是不少，不想着为三界生灵谋福祉，整日里弄权徇私，算计这个算计那个。天帝之位不是靠实力居之的吗？还让你搞上父死子继，世袭罔替了。我今日就弄死你这个老登，看你的好蛋儿能不能继承天帝之位。这神格我不想给，这天帝我来当。天帝老登被我的话吓得虎躯一震，但他性情狡诈，还不忘搬弄是非，往我身上泼脏水。你还说你没有勾结魔族，私通魔尊，这般行径分明是邪魔外道所为，你还有什么资格当天界的战神？我冷笑，我有没有资格当战神，你说了不算，我手上的君天剑说了才算。战斗力这种东西和人数没有必然的联系。我一人一剑，追着天帝砍，追着太子砍，追着满天神仙砍，谁区过我，我就砍谁。法天象地祭出，我的身形高达万丈，与天比肩，单挑10万天兵，33重天通通砸烂，吓得那些小神小仙们抱头鼠窜，痛哭流涕。战神息怒，战神息怒，战神收了神通吧。正打得酣畅淋漓，听斥候来报。报，那魔界至尊碧霄魔君带领10万魔军已经杀到南天门了，看样子是想趁着天界大乱来趁火打劫的。他的话刚说完，就被一脚踹飞了出去。师兄的身影出现在凌霄宝殿之内，看见在场神仙们的惨况，师兄十分着急。好好的，你们惹他干嘛啊？我师妹疯起来，连自己都杀。什么？他想当天帝，给他啊！天帝被我打得吐血不止，但还是不服气。给他！碧霄魔君说的倒是轻巧，真会慷他人之慨。你怎么不把魔尊之位给他？师兄他真是逞强不了一点。本座今日本来就是来投诚的，我们魔界愿意归顺紫霞神君，我本人碧霄魔君愿入赘天界。说罢，牵出一个白皙俊秀、面容和他9分相似的小童。孩子本座都生好了，就跟紫霞神君姓。原本还在大开杀戒的我，瞬间收起了法天象地的神通，恢复原本大小。看着眼前缩小版的师兄，我呆住了。这孩子，你生的？
师兄嘿嘿一笑，这是本座的心魔，因你而生，自然是你我的孩子。乖孩子，快叫娘亲。师妹，我可就勇敢这么一次，你要对我负责啊！啊，离了大谱了。在我认真搞事业的重要时刻，孩子他爹带着孩子出现了。不对，心魔算哪门子的孩子啊？事情的最后，我还是当上了天帝，把原本的天帝废了，丢下凡间历千世尘劫。天帝没了，长渊这太子也当不成。我知晓你当这个太子早就倦了，是天帝逼着你做你不想做的事，施加你不想承担的责任，让你和你不喜欢的人成婚。没关系，本座和你父帝不一样，本座很开明的。这就废去你的神格，贬你下界做个凡人，和你心爱的秀秀姑娘生生世世去吧。天界的人怕我秋后算账，个个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。我岂会和他们计较？把他们都杀了，谁来干活？谁来治理三界？朕向来赏罚分明，不会滥用私刑，也不会徇私舞弊。尔等安心回去，各司其职便是。至于魔尊，嗨嗨，封为天后，赐居天后宫。往后什么一家亲，再也不用打打杀杀了。众神山呼，天地万岁！天地万岁！天地万岁！我低调低调。后记：数百年后，一老汉在田间与野狗抢食，一游侠偶然路过，帮老汉赶走野狗。在看清那老汉的面容后，游侠大惊失色。咦，怎么会是你？已经历了数十尘劫的前天帝一脸茫然和麻木地看着眼前的游侠。大侠，老朽认识你吗？那游侠愣了愣，立刻告别了老汉。不认识，没见过，以后也无需再见。藏在斗笠之下的那张脸，赫然是死遁多时的仙战神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